中国大陆接不接受比较重要。金井正章赴北京，基本上就是要说明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并没有改变日本对相关问题的既定立场，把这事情看太简单了。那这件事是首相惹的祸啊！中国大陆现在要求很简单，收回发言，只是人员的往来的停止啊，然后几个电影片不能演，这只是小菜，后面还有很多大菜，随便点一个稀土，那日本拿不到，日本的很多工厂就要停工了。大陆现在也是跟着民意这个恨日本的情绪不断的在蔓延，所以大陆官方祭出的3大招，刚刚说从经济观光下手，还有留学生做各种的限制之外，恐怕造成日本的经济受到重大的影响。现在第2点，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的第2个杀招就是外交了。中国总理李强是直接宣布了，在 G20 里面他拒见高市早苗。中国大陆持续在补一刀，取消大阪领事馆原本要参加的日中的这一场友好活动。日本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其实也是吓一跳所以立刻火速派出了他们的外务省高官急奔北京。根据了解，日本是准备要在这一场会谈当中特别的，好像有点替高市说个话。本来他们可能会来强调的是说，高市的发言不代表日本要改变日中联合公报的立场，而日本依旧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样子在外交上面辞令上面的一个改变，就中国会买单吗？那接下来日本可能还会端出什么来赔罪的方案呢？大使有怎么看？这个日本能端出什么不重要，是中国大陆接不接受比较重要。那这次这个日本派外务省的这个亚洲及大洋洲局的局长金井正章赴北京，基本上就是要说明这说明我们这个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并没有改变日本对这样相关问题的既定立场这个有一点点把这事情看太简单了。那他会去的原因，他自己也讲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希望这个中日之间的风波不要影响到双方人员的正常交往。也就是说，中国大陆限制观光或者说去这个他们这个老百姓去日本留学对日本是造成很大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打击，所以他才去的。所以并不是他真正认为他这句话讲的有什么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金井正章可能他不晓得已经离开没有，因为他可能还在北京吧。那这个周旋我想他可能只能把一些话传回到东京，因为他的成绩不够高。那这件事是首相这个惹的祸那可能要相当高的成绩来做出一个怎么样一个回应。中国大陆现在要求很简单，收回发言，就把你讲的话收回去。那收回发言其实有很多方式啦，你可以再次的再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宣布，就像1971年的中日的联合公报一样，就是说日本政府了解并尊重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那可能再做重申，就等于就把你的前面话把它这样子否定了嘛。那所以就是说，我认为未来的话，中国大陆可能会提出来，就要不然就是说你更高层的外向以上，外向以上的，做一个正式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发言，那么要不是说没有改变，而是要再次重申，台湾在日本这个政策里面的立场因为这一次这个高市早苗他这个发言，这个是等于偷渡了2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台湾在日本政府里面，过去从1971年1972年开始，日本不承认台湾为一个国家。因为这个立场，为什么我说他偷渡了？因为他在引用所谓的日本的安保法里面说这个会造成所谓的日本的危机存亡事态。什么叫危机存亡事态？它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前提是什么？他说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那这个遭到威胁到日本的生存，那它前提是一个国家，对，那他用这一条的话，那就等于日本又承认台湾为国家，所以它是2个概念。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说，台湾它认为是一个国家。第2个呢，它会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日本的生命自由、人民的生命自由，所以变成是日本的危机存亡事态。所以解放军就是说，他的自卫队就可以行使自卫集体自卫权。那所以它是2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说对中国大陆，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不会轻轻放过的。因为这个高斯早苗这个挑衅啊，事实上连日本人都觉得他非常的轻率跟危险，相当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对于未来的话，可能就变成就是说，要不然你这个外长啊、外相以上的官员，这外相还有这个所谓内阁官房长官，要不然就是你的首相，你做一个正式的发言，那发言的内容的话，你也不必说我收回，可是你就要重申很多日本的立场。另外一个很有可能的就是说，双方啊再签订一个联合公报，对于这个台湾问题啊。那么日本再做一次承诺，所以如果我觉得这两个基本上，如果日本不能配合的话，那我认为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啊，只是人员的往来的这个停止啊，然后几个电影片不能演，这只是小菜，后面还有很多大菜，随便点一个，稀土，对，稀土。那日本拿不到，日本的很多工厂就要停工了。是好，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外交上面，中国大陆已经对这个日本在尤其外交上面发布了严正的一个警告。没有想到，在中国大陆发出了警告之后，其他几个国家竟然一起跟进，在这个时候也对日本要跟他们关系疏远。他们是包括了南韩跟俄罗斯。我们先来看到南韩怎么说。南韩在这个时候调整了韩日中的这个官号的一个排序，把它调整为韩中日，也就是说把中国放在日本前面，准备是不是要趁机大赚一笔陆客财，让这个南韩的观光股在这几天突然间大涨了。那另外一方面，本来南韩跟日本之间就有一些的争议，就是空中加油这个事件，所以南韩当时就是直接暂停了跟日本的自卫队联合搜救的演训。韩日关系也瞬间降到了一个冰点。再来看看俄罗斯因为受到这个俄乌战争受到来自于日本的制裁，所以呢，俄罗斯已经宣布了会无限期禁止30名的日本外交官和学者入境到俄罗斯，并且在和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北方四岛进行军演，完全忽视于来自于日本的抗议。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看到包括了中国大陆、包括了南韩跟俄罗斯三方同时跟日本拉近距离。高市早苗这种比较右翼的一个操作，是否害了自己，让日本的外交反而陷入在孤立当中？干哥怎么看？其实现在就日本跟大陆之间的，因为这样高市早苗的不当发言，可是在国际间也引起很多涟漪，大家就没有注意到。像韩国一向他们在外交实力上，因为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一定是讲中日韩，对不对？那韩国他们的习惯是叫韩日中，也就提到三方关系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摆的。可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比较拗口，叫韩中日了。你知道，就在中文比较拗口，可是，在韩国的话，他们就觉得这样比较顺口了。就中国要摆在日本的前面，因为这个在官方文件或者是你在这个媒体上面，你看到的会觉得说，让韩国人自己本身他们会发现说不对，那个好像状况变了，你知道？把中国提到日本的前面，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最近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有一架韩国的特种部队飞行队的一架那个黑鹰直升机它竟然越过了独岛。韩国叫独岛，日本叫主岛。这个岛始终都有争议，为什么？因为这个岛实际上是韩国在控制，但日本一直说那是我的，韩国说那不是你的，那是我的。所以这个岛其实距离两国都分别是160公里左右这样子，然后就是说距离两国都是差不多的距离，但是呢，因为韩国先派了什么？先派警卫队上去，先派警卫队上去之后，只有34个人，那个岛上到现在只有34个人而已。可是为了这个事情，你们韩国的这个直升机怎么可以飞过独岛呢？然后飞过了，还要求跟日本说，在附近的岛屿要求加油。他说这个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所以为了这个事情，老实讲一句，也引起了外交风波。所以光这两件事情，韩国竟然你说有点也是有点可笑，就是说韩国说本来今年的这个月就11月13号到15号，韩国的军乐队要去参加日本海军节的军乐表演，他说那我们也不去了，连军乐表演都不去了，这个只是一种交流。那影响所及，最新的就是日韩两国的海上联合搜救训练。
其实这个联合搜救训练在美国主导的 RIMPAC， 也就是环太平洋演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各国参加的都必须要经过海上联合搜救训练，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万一有潜艇沉了，或是海军舰艇沉了的话，那你要怎么在最快的时间把人给救上来？各国都要参加，澳洲啊、纽西兰啊、日本啊，然后还有这个印尼啊等等这些国家都必须要参加这个训练。日本跟韩国已经进行过10次了，20多年来进行过10次，但是最近却停了。你就晓得说，其实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而造成的这种影响？不一定。可是俄罗斯就很明显了。俄罗斯最近公告30个名单上面有的，不管是日本的大臣学者，还有富士电视、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记者，不得入境。为什么？那就是报复你日本在北方四岛的争议上面一直都没有对俄罗斯友善。我觉得俄罗斯在这方面又宣布了要在北方四岛进行军演，这我觉得日本在外交上面这段时间真的感觉到很孤独啊。在经济上面的血洗，刚刚特别提到了，从15号到17号这3天，在观光上对于日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49万张的中国飞往日本的机票完全被取消掉了，占他们的总量将近是超过30%的取消量，预定会是预定的27倍左右。其实中国大陆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旅客，因为光是截至9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旅客数达到922万的人次，人均消费其实也不错，23万的日元，总额达到8.8兆。如果中国真的这一回都不愿意去日本旅游的话，这8.8兆的经济的这个弥补的缺口该怎么样补上呢？持续关心，包括了在观光类股的方面也受到了重挫，而且是集体的暴跌的。先来看到百货龙头3月合一试单暴跌幅度超过12%，资生堂股价一口气暴跌11%，其他像是无印良品、东京迪士尼还有唐吉诃德的股价也全面都一起重挫。这时候专家做出预估了，如果大陆持续的抵制的话，将使日本的实质 GDP 下滑幅度高达0.36%，而不只是在经济上面的这个处理，中国还针对了日本的相关的软实力、文化、他们的电影的输出做了限制，包括《鬼灭之刃》票房在高市发表争议的言论之后，迅速的下滑。其他日本的电影像是《蜡笔小新》，还有其他的这个《鬼灭之刃》等等，现在都说会持续的直接被暂缓上映。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尚志哥怎么看的？到底日本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有多深？少了陆客，日本经济会崩跌到什么程度？中国下一招还有哪一些具致命性杀招的经济手段？我们首先参考数字哈，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经贸状况。那所谓日本呢，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大概25%左右，而中国对于日本的进出口大概只占5%而已。所以谁比谁更需要谁呢？其实很明显的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对于日本的市场，无论进出口来讲，也不能说可有可无啦。但相较日本25%这个数字，还不是可以说是还是比较保守估计。而且在这个对于占日本的进出口25%当中，我们不得不说啦，在它的比例里头，作为所谓的原先的制造业、工业或相关的这些非软实力、非这种所谓的观光财啦，或包括农产品这些比重还是超过70%哦。那所以这个数字来讲，虽然这个占比现在我们看到刚刚其实思敏介绍了这些那么多样的东西，但终究它的差别在哪里？在感受。我想首先第一个感受其实就股价。股市的部分，在这一波这个股市，按照道理，包括像 Uniqlo， 我想台湾很多的民众都很熟悉的，这一次这个暴跌，基本上是除了过去经济这个跌宕很大，因为 Uniqlo 作为全世界的市场发展非常稳定，包括今年它在美国也有很大新的这个攻破，所以这个部分的股价的变动完全就是中国的部分的因素。而这个当中体现的就是在哪个呢？首先就2笔钱，中国大陆不让它轻易赚了。一个就是刚刚讲观光，包括像留学，因为已经出了警戒，而且这个警戒当中，这个警示之后呢，不是只是一个警告而已哦，其实整个配套的，
退票、订票的，还有包括特别是旅游，甚至不卖日本的旅游的产品，这个影响性真的是很深远的，而且看起来是这个是蓄意为之，所以这个是什么？就不让你在日本里面的日本人赚中国光客的钱。除此之外，刚刚讲《鬼灭之刃》，大家不要小看哦，像我们都是《鬼灭之刃》这个卡通的支持者，《鬼灭之刃》其实上一部在中国大陆的票房是超过7亿人民币的，所以单一部这个电影，特别是卡通动漫这几年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动辄都是7亿，甚至有超过10亿人民币的票房，所以单这个票房的影响，以及这些软实力的文化，其实对于中日的一些情感或关系，其实是作为两国人民当中或社会当中的比较温和的调润剂。一旦这个部分其实都产生强烈的影响的时候，就表示中国大陆的民间真的很恨日本。所以我们现在除了看，基本上在外交部北京方面，基本上几乎每天都有批评，从事情发生之后，几乎每天。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的部分就民间。当然，民间网络上当中很多网民都非常的愤慨。我看到最极端的是，他们已经做了电脑动画，解放军攻打日本，电脑动画都做出来的，到这么样的极端。但我们要注意的部分是什么？是中国大陆政府让网络上大家还是这么热，就表示说这个部分的愤慨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那接下来要观察什么呢？我就要观察像水产品。因为先前水产品的部分呢，作为过去福岛事件当中中断非常长的时间，后来在石破茂跟王毅共同的努力之下，好不容易双方打通水产品，才刚刚完成进出口哦，可以到大陆。那如果像这么样的比重很高，对于日本的渔民，包括还有农民其他方面的，一旦如果水产品回过头来又砍断的话，我认为这就表示中国大陆还有继续更多的重手会出，除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硬实力跟软实力的这些数字之外。好，特别来关心中日关系哦，还有这个包括在美国之内的等等的关系，我们来看到台湾有事将会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来自于高市早苗最新的说法。这说法一出啊，是引发了中日外交战的全面引爆。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由这个高市早苗的一些作为跟他的言论，看起来是不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危机再现呢？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系。确实可以感受到中日的关系最近剑拔弩张，这一把火主要就是由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所烧起的。7号的时候，他在回答质询时是这样说的：如果台湾有事，伴随对方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是有可能构成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的事态的。这话一出啊，成为被视为是首位对台海有事明确表态的日本的现任首相，立刻引发了北京的怒火。北京怎么做回复？我们要看到2位。首先这一位是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健是这样说的，他说那种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斩掉。这话说得很强硬哦。另外一位是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说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这种涉台错误的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强烈的抗议，敦促日方立即停止挑衅的行为，并且他在接受记者会，在记者问到有关于高市的事情的时候，他还说问这个高市说，你到底是想要台独势力向他们发出何种讯号？是要挑战中方的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吗？你想要把中日关系带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去？那么高市他其实也做了一个回应哦，他特别讲到说，针对这些发言是符合政府的见解的，他不会做撤回。现在看起来中日关系已经烧到最高点了，为何这个高市要不惜杠上中国战狼，也要硬撑到底？汉庭怎么看？第一个最简单当然是转移内部的焦点了。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让日本的经济规模10年之内翻倍，他要透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啦、货币宽松啦。但现实的状况呢，日本的债务高涨已经超过 GDP 的250%，位居全球的前列。他如果继续举债撒钱的话，那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财政平衡，大概只会离崩溃更近。同时，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今年10月，公民党呢也退出了跟自民党的执政联盟，所以高市早苗呢，他已经失去了在众议院的稳居多数，政权岌岌可危。在这个局面之下，他当然会需要一些破局的举动，是啥呢？
那就是来谈一谈台湾问题，对吧？那就是转移国内经济颓势的一个替罪羔羊啦。台湾嘛，金扣脸，所以日本当前的经济困境啊，堪称是3高2低。好，债务占 GDP 的比例创新高，通胀率呢超过3%，老龄化超过30%，而 GDP 的增长大概只有0.8%，贸易顺差连续5年是负的。所以高市早苗他就把苗头转向了中国大陆。既能够符合自己保守派的选民，也能够为失败的经济政策来做开脱。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他个人的政治向往啊，跟政治定位和野心的企图了。因为毕竟呢，他是符合整个右翼的政治立场和战略野心。因为他的这个政策倾向性来看，本来就是要推动安保策略的转向，甚至呢试水军事解禁。这一直都是自民党跟维新联盟长期的重要目标跟主张。所以长期来看，日本的极右翼，他当然是希望能够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这个束缚跟框架，那来实现他修宪扩军和所谓国家正常化作为一个终极梦想。那高市也知道，就如果没有一个足以颠覆传统的认知，所谓外部重大威胁出现，那我的修宪就会缺乏急迫性跟合法性嘛。所以他上台之后呢，就是大搞这种激进的姿态，放大中国大陆的威胁，在民众营造一种你看战争迫在眉睫啊，那我就可以为修改宪法增加更多的民意基础。所以现在他一方面也寻求要大幅增加防卫的预算，一方面呢就把台湾问题跟日本呢来挂上钩。这些它不是单纯的激进的发言，更是高市早苗精心设计的政策铺垫。一方面呢稳住自己的弱势政权，一方面也为扩充军备备路。好，这一回这个高市的激进的言论被视为是这个为了政治选票上面的考量，不过也有从其他的说法，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最近有很多军事上面的动作，也有一个说法是不是军事主义的复辟，等一下会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那我们先来看到说，这个高市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是川普给他的呢？毕竟10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川普不是访问日本吗？这2位呢互动非常的好，那么川普还大赞说美日两国我们是最强的盟友。还跟高市说呢，任何你想要的，任何你需要的帮忙，美国我们都会在那里。这个话才说完1个月，怎么这个川普立刻态度大转向了呢？我们要来看到，在记者被问到这个中日的外交风暴问川普的时候，没有想到川普是冷酸这是最新消息。他说，很多盟友也不能说是朋友，他们占我们便宜的程度是超越中国的。为什么川普态度又大转弯了？高市会成为川普外交弃子吗？这有点讽刺哦。干哥怎么看？因为你得罪的是中国。你要我川普表态的话，我就不能表态，很简单。为什么？老实讲一句，高市他本来就是一个右翼倾向的首相，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高市也是很少数上任之后，大家知道日本首相上下我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对于他的自卫权的扩张，没有像高市这个人讲得这么清楚过。所以他的意向是必须要让日本的那个自卫权能够真的合法化，能够扩张。那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在日本周边海域的这些日本自卫队的活动呢，他基本上他都是非常赞成跟支持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老实讲一句，他今天提到这个汉庭刚才讲得很对啊，他必须要转移这个焦点啊，不然的话，你说他今天，他的债务高筑然后你现在还要再扩增一样的军费吗？对，他必须要再扩增。你知道 F-35已经订到了60架了，然后已经到货35架了，然后韩国呢也跟他差不多，所以你就晓得说，日本他现在对，然后日本还要造更大的神盾舰，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理由，那让他能够去遂行这些东西。那你就看到了，他说这个叫做存立危机事态。什么叫存立危机事态？就是存亡危机。如果说我们今天遭遇到存亡危机的话，有可能构成日本它必须因为事态严重，行使集体自卫权。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我们有事。那你这样子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所以为什么薛健，也就是驻大阪总领事，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整个中国外交部没有讲一句，没有评论，也没有安抚日本。照理讲，你应该说我们的外交官
可能失言了，没有，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对，这个话不是薛健自己讲出来的，是被同意讲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不能用外交部的立场来讲啊，那还得了？那不是两国不就陷入谷底吗？对，那所以应该要由官员来讲这个话之后，他没有召回，那个就是说他没有对于自己的内部没有任何的处罚或者是告诫。那日本说，那这个人应该驱逐出境，日本你也不敢，你敢把薛健驱逐出境吗？你也不敢这样做，为什么？那就真的要跟中国官方对抗。高市早苗没有那么蠢。那现在再来讲到川普上个月才在横须贺港跟高市早苗一起在航空母舰上面对于水兵讲话，就说高市早苗真的非常了不起啊，成为第一任的女首相啊！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共同朋友谁呀？安倍晋三。你看安倍晋三5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也款待他，然后他也款待我到日本来，所以我们两个共同朋友就是安倍晋三。所以高市早苗一听就说好，我马上送安倍晋三的球杆给你啊！哇，川普就觉得说，你真是很会做人。那好，可是才1个月前，两个人如胶似漆，因为大家知道高市早苗的英文非常流利，不需要翻译的，所以这造成他跟川普之间的沟通其实是很顺畅。可是还不到1个月，为什么川普既然今天接受记者的访问，说，你看那个薛健的事情，总统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没有啦，我跟你讲啦，很多朋友也不见得是真的朋友啦，因为有时候他会占我们的便宜啊，比中国还要厉害。你讲的不就是日本吗？对，意思是什么？对于这一件外交风波，也就是薛健所讲的话所引发的外交风波，川普不想管，对，他不想涉入这样子的风波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商人呢。有利的时候他会进来，没有利益的时候他就4两拨千斤，他就转头就走掉。所以接下来高市早苗有那么好过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好，这样看起来，从川普的言论，好像高市有点像是被川普捅了一刀哦。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如果从军事上面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最近日本的种种动作，还有这个高市的种种动作，有一点点像是这个日本军事主义的复辟吗？等一下，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因为美日最近的军事动作真的很多，大家记得吗？9月份美日才刚结束这个叫做坚毅之龙的联合军演，美军本来要撤走它的这个提风飞弹在这个延国基地的，但是后来不但没有撤走之外，还变成常驻，这引发了中俄的抗议。除了在这个提风有在日本美军有设之外，还有在菲律宾同样都在做部署。所以射程我们从地图来上面特别做解读哦，下面这一圈是菲律宾，那上面就是在日本，他们射程是可以涵盖到北京、上海，甚至是俄罗斯的海参崴的。再加上高市又有这么激进的言论，触动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敏感神经，好像都是来威胁中国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有军事主义复辟的现象？日本会不会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一个大刀？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先解读一下这个高市早苗讲那句话，因为我们听的都是一些外交辞令那我想说，我用军语来做大白话的军语大白话说明。高市早苗讲这话就是，你中国大陆如果说对台湾动手来讲的话，我就主动打你，就这么简单就做源头打击。那他有什么武器可以做源头打击？大家不要以为日本这个在外面骗人说他是只有和平宪法，全部都是自卫队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日本政坛大变天了吗？暴走少女这一回变成了铁娘子，我们要来关心这位是高市早苗，强硬的抗中这位大鹰派会不会成为接下来日本史上最短命的女首相，会要诞生了吧？今天一起来做关注。其实呢，就是在周六而已，自民党的总裁改选终于是尘埃落定了。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这一次脱颖而出，瞬间成为热门日本的首相的人选，甚至她被形容是女版的安倍哦。那有怎么样的政治魅力？赶快来认识一下她是谁。出生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而且是不是传统的政治世家哦。当时她为了要减轻家中的负担，所以她念的是公立学校神户大学。那学生的时期，她也比较特别的是，她喜欢重金属还会打鼓、骑重机哦。这边有画面，甚至呢一度是加入了暴走族。后来他曾经担任过主播跟主持人，终于是从1993年开始，他踏入了政坛，当时担任是无党籍的当选议员哦。1996年，他则是正式的加入了自民党，
来担任内阁的要职，被视为是安倍的继承人。不过呢，他现在是热门人选，但是日经亚洲也点出了，就算他未来成为首相的话，马上就要面临到的3大难关，包括了第一个，都是他要面临的是组建联合政府的难关，还有重大的外交活动，他要如何来应对，跟他如何接下来团结自民党内部的分裂呢？能不能成为顺利的这个日本的首位女首相？为何她又能够打败目前呼声最高的小泉进次郎？杨老师怎么看？她成为女首相，这个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她已经是总裁，然后自民党加上公民党虽然没有过半，但是呢，就是掌握多数。那因为反对党这边其实是很分裂的，可能是参政党、国民这个民主党，这都是比较右倾甚至算右翼的。然后呢，立宪民主党算主要的反对党，是比较中间温和偏左的，所以她做女总裁问题不大。那小泉为什么会输哈？他输在自己啦，小泉进次郎。我们台湾人讲叫做阿达玛孔古力，这不是日文，这是台语了哈。但是呢，日文的话就是阿达玛瓦瑞啊。那他的确其实是不太聪明哦。那几次选总裁，他自己讲话完全不对位，甚至听不懂他讲什么，甚至讲错。给他机会撂英文，结果他不敢讲。他不是有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吗？可是他从幼稚园到大学是在神奈川县的一个学校，叫做关东学院大学。那个学校就体育见长了，我只能这么讲。可是以他的家世哈，他算是第4代的政治人物啊，不得了，在日本都少见的。基本上要进好一点的大学不是很难的事情，这表示他个人其实就是说在能力上。所以这一次大概就是民间就对他有一些失望。可是很奇怪，他那个时候处理稻米的问题的时候也算是不错，所以民间的这些支持者对于他的就是是否有能力处理担任首相之疑。那高市早苗呢？他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女性，第2个保守，第3亲美，第4反中，第5亲台，我把它都列出来。但女性跟保守我们放在一起讲，他其实说女性这个作为第1位自民党的女总裁，最大的意义就在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因为其实有人说她其实是最像男性的女性政治家。那对于一些男女平等的议题，其实是不支持，反而反对。比如说结婚之后女性要改名字，这种法律她反对改变，她反对女天皇的这个继承，反对这些东西。那但是呢，你说她是有一些我们中文的媒体会说她是右翼或者极右派，这个在日文的理解当中并不是如此，是因为那个有另外的一些人跟一些党派，那他是这个强硬保守派，这是没有问题。那至于在亲美这个上面，这绝对是亲美。可是他现在说他要去跟川普政府重新谈关贸协议，有可能吗？我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他做不到。完全日本是美国的小弟，他怎么可能做得到？不管你是男的女的，所以就看10月底的时候，他跟川普在 APEC 会面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至于反中，我觉得他其实反中应该是视为美国的一个代理人，但是日本跟中国的经济以及他背后那个麻生太郎会牵制他。不要忘记，他现在到2028年没有选举。所有参议院、众议院到2028年才开始选举，所以他这3年如果不出大问题的话，他可以做的算是稳当的。那但是呢，亲台大家不要误会，他其实是了解台湾，他讲的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是说日本要介入战争，对，而是说发生战争对日本的冲绳跟西南诸岛的影响要怎么做因应的问题。但台湾人真的不要这个自以为是，认为台海战争当中有日本来相助。高市早苗一定会支持，这个不可以这样理解。好。
好，高市早苗这一回出现哦，那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定位也非常的鲜明，比较是强硬派的保守，那亲美当然是反中的这个鹰派大将，大家也在看说接下来的中日关系会如何发展，是大家比较紧张的。尤其我们来看到他从2014年他的这些言论，真的就是比较鹰派，他几乎每一年从2014年开始都会去到靖国神社做参拜，甚至他说过918的战争是自卫战，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还有这一段的慰安妇历史，还抛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等等。那么现在其实包括了自民党大将这位是石破茂也都非常担心，他说希望他别把日本带入歧途，大陆直接酸说他可能是短命的女首相。接下来他会怎么走他的路线？委员怎么看？还有中日关系，这个短不短命跟对中国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啊，石破茂算是比较亲中很短命啊。好，那个其他也有这个比较不亲中，甚至比较抗中的也蛮短命的。短命不短命，完全是由日本自己内部的政治所决定啊。而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派阀问题啊，也是决定了短不短命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讲个难听的话哈，日本最近的首相人选素质都很差。真的是很差，不是一般的差，非常的差，而且谎话连篇，这一句我都听不进去啊！次私立顶大去念公立的神父大学，哪一家私立顶大？哇塞大吗？还是哪一家？对不对？日本也有很好的公立大学啊，这个公立的神父大学还不是很顶好的啦，还有大阪大学，还有那个东京大学，对不对？这个你就不会念书，你就不要讲的那么说哇，私立在日本私立的顶大不是日本的顶大，公立才是顶大，跟台湾一样嘛，跟台湾一样的制度是一样的哈。那这个不管啦，这个他踏入政坛，终于轮到他当这个首相了，因为当然这个我没有那个杨教授那么了解日本啊，但是我接触过日本的。这个政治的水准都很差，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爱念书人才会去当日本的众议员真的很糟糕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小泉进次郎只是一个象征性就是他们知识很窄，然后关心的焦点很狭隘。我上次批评而且很严格，是我接触了也有不少人他们真的就是个德性。美国的参众议员我就觉得很糟糕了，日本的还比台湾的立法委还糟糕。真的是有这种情形啊，所以好了，不批评他，所以他要长远任职不太可能，因为这是日本内部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因为很多人都想为这个位置嘛，那派阀弄一弄的话，老大开心谁日本流行老人政治啊，麻生太郎80几岁了，现在还操纵日本政治啊，对这些人只是过嘛。你说对中国强硬，那个叫空话强硬啊，强硬要你有本事。比如说，川普说：“我有军队，我委内瑞拉不听，我可以把军队派过去。”这个叫做没有空话的强硬。你日本对中国强硬，你有什么本事强硬啊？这个不知死活。除了脸比较长以外，看不出他有什么强硬的本事啊！那他说什么中国威胁论啊，什么否认南京大屠杀，他去弄他了，不必去理会他。这种就是过场的小丑人物，他还要学柴契尔夫人那被柴契尔夫人把丢到那个几百里外了。好，所以那等一下也请小舰长带我们看怎么看第一个中日之间的关系，那还有包括接下来对整体的东亚安全又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刚刚说了嘛，这个高市他是走比较鹰派的路线，那他自己称自己自意是这个安倍路线的继承人，几个他比较强硬的政策，我们来看到，他曾经说呢，他要推动修宪，把日本的自卫队改名叫国防军，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强化美日同盟，并且建议日台准安全同盟等等。他说他的偶像是英国铁娘子柴契尔。小舰长，偶像可以很多啊，可是自己可不可以变成偶像那样的一个地位是个问题啊。是，而且我们台湾的媒体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台湾的媒体喜欢例如说，之前川普也就是胜选第2任的时候，哇，大家很开心啊，川普总统第1任就跟那个蔡英文总统通电话，现在是不是我们的机会又来了？结果呢，现在川普最讲的
最常讲的台湾后面还有几个字啊？基体电路公司啊，它其实真正对于台湾有关于战略或者是跟大陆的关系，它反而几乎没有琢磨啊。那这个也就是啊，我们大家不必啊，现在如此的来看这个高市早苗。那其实他们之所以成为鹰派，那也就是因为他在整个日本的这个政治市场里面呢，他要进行差异化。如果他跟别人都一样，那谁要选他嘞？所以他会走出他自己不同的路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看啊，他之前啊，那进行辩论会的时候，他到底讲了什么？他在9月24号的时候，他进行这个候选人辩论会的时候，他特别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不是中日关系啊，他讲的反而是促进经济成长。所以呢，这又中了当初的那一句啊，笨蛋，问题在经济啊。所以现在谁去跟中国大陆搞不好啊，谁自己倒霉。因为你跟中国大陆搞不好，最大的问题就会先出现在你的经济上面。现在终于知道了吧？你对于中国大陆各种的那个为难，中国大陆先用这个稀土卡脖子，接下来不买你的大豆，川普现在真是无以为继啊。那但是我们来看啊，高市早苗其实他当初他的 NHK 对于他的这一些言论啊，有非常多的一个统计啊，他其实。